收尸人正在处理一具焦尸，闻着肉香，他忍不住转身喝了口酒，结果喝完后一回头，他却发现尸体竟然变换了方向。此时的男人有点懵，他以为是闹鬼了，但看了看酒瓶之后，他觉得是自己喝多了，于是并没有多想。结果再一次回头，他发现尸体的眼睛也睁了开来，虽然有些害怕，但他还是认为是自己喝多了，便用毛巾盖住了尸体的头。然而才刚盖上没多久，却又发生了怪事，他的平板自动解了锁，并播放起了漫画故事。看着漫画的内容后，他真的害怕了，因为上面的内容写的是他的秘密，一段没有任何人所知道的秘密。多年前，他的妻子久病在床，生活拮据的他一边照顾着妻子，还一边要养家糊口。虽然刚开始他尽心尽力，但有句俗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更何况是夫妻。久而久之，他被这种生活渐渐搞崩溃了，一直希望妻子早点去死，才能解开自己多年的枷锁。后来有一天，妻子真的死了，他如释重负。可就在他忙活好妻子的一切身后事，正准备将她火化的时候，他看到妻子的眼皮居然动了起来，他居然还没死，本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，但他不这么想。看着眼前的妻子，想起了过去种种，他再也不想回去了，于是一狠心勒死了她。看到这一幕，他几乎被吓尿了裤子，准备赶紧收拾东西离开这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尸体的手拽住了他，剧情无限反转，全员恶人。影片开始既视高能，他就是故事的主角雅言，一个颇有名气的恐怖漫画家。诡异的是，他每画完一个故事，就会有人按照他故事中的死法死去。这晚，他将最新的漫画发给了主编，然而主编一看尿，几乎都被吓了出来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女孩，她有一个面容恐怖的妈妈。在经历无数的谩骂和嘲笑后，她渐渐恨起了自己的妈妈，不但划掉妈妈的所有照片，还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死？”后来有一天，这位妈妈看到了这本日记，并在无比绝望下选择了上吊自杀。而就在这时，女儿看到了这一幕。本来她是想救下妈妈的，但当她抬头看到她的面容后，她渐渐放弃了这个想法，并最终看着妈妈吊死在了自己面前。看到这里，主编不敢再看下去了，因为故事中的小女孩就是如今的她，那是她真实的过去。他连忙离开了座位，并给雅言打了电话，惊恐地问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过去，是谁告诉他的。可还没等到对方的回答，这时办公室里的灯突然熄灭，窗帘也纷纷落下。主编惊慌，赶紧拿了一把裁纸刀防身，可刀才刚拿起来，他就看到，看着漫画，主编彻底吓懵了。他准备赶紧离开这，结果跑到门口却发现门被锁死，于是他开始拼了命地喊救命，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同时一回头，镜头一转，第二天主编的尸体在办公室被发现，他脸上被划了10几刀，脖子被捅穿，死相极惨。而诡异的是，凶器就是他手上的裁纸刀，并且就只有他自己的指纹。当然，除了这些细节外，警察也发现了电脑里的漫画。虽然感觉有些诡异，但警察老赵觉得这不是巧合，于是当天就带着徒弟小李找到了雅言，并对他展开了询问。在这里简单说下雅言，因为创作太投入的原因，他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，有时会陷入自己编写的故事而不自知，并且经常会梦到一些恐怖的画面，但他又不敢确定那到底是不是梦，因为那实在是太真实了，甚至有时醒来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。听到主编的事情后，他感到很害怕，说漫画确实是他画的，并且还没有发布，没有其他人看到。至于为何画中的故事会发生在编剧身上，他也不知道。虽然老赵不太相信，认为雅言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作品而在杀人，但没有任何证据，所以问了几句便离开了。而在他们走后，雅言立马打开了一个文件夹，里面的漫画同样是他的新作品，是一个收尸人惨死的故事。看着漫画，回想起主编的事，雅言觉得情况不妙。他知道事发地点是一家医院的停尸房，于是就准备赶紧过去。紧接开头的故事，在被尸体抓住后，他拼命挣脱，准备逃走，结果却发现门被锁住了。他一回头，发现停尸柜里淌出了血液，其中一个还被打开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并大着胆子走了过来。他本想打着打火机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，结果还没等打火机点着，随着一声怪叫，被一股力量给拖了进来。同时还没等他反应，一个缠满了布条的可爱木乃伊漂浮在了他上面。紧接着，木乃伊身上的布条开始解开，并缠在了他身上，而且越缠越多，越缠越紧。他想叫救命，但却根本发不出声音。而就在这命悬一线之际，柜子被拉了开来。虽然雅言及时赶到，他被救了出来，但他却像是着了魔一样，把雅言看成了妻子，一把推开了他。同时，雅言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没等雅言缓过来，
这时老赵和小黎赶到，他被当作凶手抓了起来。而在之后的审讯中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凶手，雅妍说出了一个真相，那就是他最近画的那些画其实都不是他的作品，而是他搬运的，是有人通过匿名邮件发给他，并且是从未被公布过的。他们的死真的跟他没关系。为了搞清楚真相，警察查看了雅妍的电脑，并果然在里面发现了邮件的原稿，于是就开始追踪对方的地址，并一直追到了一个即将拆迁的小区。巧的是，雅妍曾经就住在这，当时跟她住在一起的还有个叫做小美的女孩，但此人已经失踪多年，现在看来发送邮件就是她。于是这天老赵准备把雅妍带去，希望能找到小美。而这一路上，雅妍也和老赵说出了她和小美的故事。故事要从6年前说起，当时的她还是个没有丝毫名气的画家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跟她签约。这天她在无聊的抽烟时，看到几个人正在欺负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就是小美。不知道为什么小美有时会突然失控，在墙壁上画一些极其恐怖的漫画，所以她被人看作是怪胎，经常被人欺负。看着可怜的女孩，雅妍出手救了她，并从此成了好闺蜜，一直生活在一起。但后来有一天，一个大妈带人找到了他们，并叫嚣要杀了小美，因为她女儿死了，死法跟小美画的画一样，所以她把责任都推给了小美。虽然当时雅妍拿刀吓走了那些人，但他们当晚就放了火。等她从外面赶回来，就发现小美已经不见了，并且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。故事说完，他们也来到了当时雅妍和小美居住过的房子。经过一番观察后，果然在这里发现了电脑，打开一看还有漫画，看来真的是小美发的邮件。但她现在人在哪里？离开出租屋后，这时雅妍收到了小美的短信，说是老地方见。于是她趁老赵下车买烟抢他的车，并来到了所谓的老地方。结果没见到小美，却被人打晕带走了。而下手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警察小李。就在这不久前，在查看雅妍电脑的时候，他在里面看到了另一个漫画故事，而故事的主角就是他。那是3年前，就在他要结婚的前几天晚上，他在路上撞倒了一个小女孩，并且撞得很严重。本来当时他是想救她，但转念一想，小女孩只剩下了一口气，如果就不活，那不但他的婚结不成，警察也干不下去，甚至还会坐牢。于是他心一横，直接把小女孩给埋了。这事已经过去了3年，不可能有人知道，但现在却被雅妍画了出来。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不管是不是别人发给他的，他都要杀掉雅妍灭口。而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这里的灯光闪了起来，同时他身后还响起了小女孩的求救声。然后他却看到，之后镜头一变，老赵来到了这，他是根据雅妍的手机定位找来的。而此时的小李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，老赵让他别乱来，赶紧把枪放下来，但他却神情紧张地说。老赵不明所以，继续缓缓向小李靠近，准备找机会将枪夺下来。结果才刚走到他身边，就听砰的一声枪响，小李倒在了血泊中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警察赶到了现场，案子没破不说，现在又死了个警察。于是队长找到了老赵，跟他说这些案件都会以自杀结案，因为如果不这样，他们都会有大麻烦。虽然老赵并不支持，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跟老赵谈完，队长又找到了雅妍，跟他说24小时之后就将他释放，条件是他不能和媒体透露任何信息。他也答应了下来。24小时很快过去，雅妍被放了出来。而在回到家后，这时他又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打开一看，是他自己的故事。而从这段故事中，我们看到6年前他确实救过小美，但他是有目的的，他想知道小美为何能画出那些恐怖故事。后来经过一天天相处，小美说出了这个秘密，她能听见阿飘说话，那些故事都是他们告诉她的。虽然雅妍有点不太相信，但她觉得这些话一定对她有帮助。于是每次小美画画的时候，她都会让她画在纸上，然后再把它稍微加工，最后再寄给漫画公司。有了这些精彩的故事，她很快被开头的主编看上，便要和她签约。可就在这一天，小美发现了这件事，一把火烧了所有的稿件。她跟雅妍说，这些东西不能被曝光，否则那些冤魂就会复仇。但此时的雅妍已经管不了这么多，她已经被成功的欲望冲昏了头脑，用摆件砸倒了小美，拿到了没有被烧毁的稿件，甚至最后还狠心掐死了小美。在这之后，雅妍果然获得了这种能力，每晚都会来这里听鬼魂们讲故事，然后再画好再发给自己。而有了这些画，她变得越来越成功。也就是说，发送邮件的不是什么小美，一直都是她自己。不过那最后一封应该真的是小美发的。
看完故事，可能是出于愧疚，雅妍来到了出租屋，同时小美也出现在了这。雅妍没有害怕，对她说了一句对不起，而小美也没有对她下手，因为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，在她的心里，雅妍一直是对自己最好的好姐姐。然而小美刚走，这时老赵来了，因为在雅妍被释放后，他想起了小李的一句话。想到这句话，他开始翻看雅妍以前的作品，然后和新闻一比，果然雅妍几年前的作品也是如此。但此时的死亡事件都看似是意外，再加上雅妍也不太出名，所以没人在意。但雅妍却说是最近几个月才收到的邮件，所以他是在撒谎。于是他就来到了他家找他询问，结果没找到人，却看到了漫画，知道了是雅妍杀死的小美，这才找到了这。见面后有一小段打斗，我就不细说。老赵说他已经看到了漫画，知道是他杀死的小美，并说他自私，但雅妍却说：“难道你不自私吗？”然后看向了墙壁，老赵不明所以，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结果一看他就懵了，因为上面画着的是他和小李的故事。原来当时他已经救下了小李，但就在教训他的过程中枪走火了，一枪打穿了小李的脑袋。也就是说是老赵打死了小李，后来出于害怕，他擦掉了自己的指纹，并伪造成了他自杀的样子。至于这些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是谁画的，无从得知。看到这里，老赵崩溃了，他准备干掉雅妍灭口，但就在这时，一只手抓住了他，而对方不是别人，正是小李。然后老赵落到了和小李一样的下场。电影的故事就到这里。